为了给病重的母亲寻找续命丸，惨遭人算计，硬生生挖去双眼，砍去一条手臂，最后郁郁而亡。本以为我的死会让家人伤心，没想到亲生父母竟然拍手叫好，弟弟更要将我的身体剁碎扔进下水道。命运为何如此不公？我付出了一切，得到的却是这般残忍的对待。我宁不凡与你宁家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，不死不休。宁不凡，你闯女生浴室，偷窥女生洗澡，并抢夺叶切的续命丸，行为卑劣，禽兽不如，性质十分恶劣。本会长宣布，即日起将你开除猎鬼师协会，取消你的一切荣誉，并废掉你双眼，砍断你一只手臂作为处罚，你可服？我宁不凡不服。续命丹是我师父给的，去女生浴室是叶希给我下药，使我神志不清后。住口！还敢狡辩，找死！宁不凡口鼻鲜血涌出，重重倒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哼，败类，死有余辜。来人，把他扔出去，让他家人来收尸。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宁不凡从昏迷中醒来，他不知道此刻在什么地方，只是下意识的艰难用剩下的右手摸入怀里，药盒还在，这是他付出一双眼睛和一条手臂的惨重代价得来的东西，绝不能丢。不，我不能死，必须把药送到医院，否则妈妈就没救了。嘿嘿，哥，这么惨啊！宁一凡，宁家的养子，5岁那年宁不凡走失，宁家便收养了这个孩子，起名宁一凡，即以宁不凡的意思。15岁的时候，宁不凡才被找回来认祖归宗。一凡，快把续命丸带给妈！放心，我求来的续命丸肯定会及时送到妈手上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求来的续命丸？当然是我求来的，难道是你这个偷窥女生洗澡的败类求来的？呵呵。你突然，一辆小车紧急停在旁边，一个身穿红衣的靓丽年轻女子下车紧急走来。一凡弟，舅妈需要的药拿到没有？女子的声音有些焦急，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宁不凡心里生出一丝希望。三姐，宁无双，宁家三姐。三姐，救我！宁无双听到声音，看到惨不忍睹宁不凡，俏脸发白。宁不凡，怎么是你？一凡弟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宁一凡表情变换了一下，带着悲痛站起来。三姐，你别怪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去给妈求来了续命丸，哥可能是担心我抢走妈所有的爱，于是就追着让我把续命丸给他，算是他孝敬给妈，从而让妈对他多关爱一些。都怪我没有答应他，这才使他铤而走险去猎鬼师协会女生浴室偷到续命丸，结果偷到失败被发现，被猎鬼师协会处罚，就变成这样。三姐，哥太惨了，你怪我吗？宁不凡气得咬牙切齿，可现在他这个样子，也只能用尽全身力气，断断续续的解释。三姐，相信我，事实不是那样的。要是我求来的，不是的。够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狡辩，人与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一凡都在替你说话，你却还想抢他的功劳。一凡，你不用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他自作孽不可活，活该。三姐，先别说了，这是妈需要的药，我们快去救妈。我差点忘了，快走！救我，三姐！救我，三姐！宁不凡见两人不管他，求生本能下，他用尽全力发出嘶哑的求救声。哼，你一条贱命，我们才没时间浪费来救你，救妈更重要。宁不凡，你就不该回来，这个家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少主人，宁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就在这里慢慢等死吧。告诉你，陷害你的计谋可是我和叶倩谋划的哦，呵呵。阴毒的笑声中，宁一凡追着宁无双上了跑车，绝尘而去。宁不凡眼睁睁地看着，带着悲凉和绝望，闭上了双眼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路人呼喊的救护车送到医院，因失血过多，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。也许是不甘，宁不凡执念形成的人体飘离身体，来到母亲的病房。病房里，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中年妇人此刻容光焕发。宁夫人，您已经没事了，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。妈，这次多亏了一凡，爸，就凭一凡今天的功劳，必须得给他一个大奖赏。丰城5大家族之一的宁家家主，宁不凡的父亲。一凡啊，你才是我的好儿子，比宁不凡那个废物强了100倍。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宁笑的话刚好被飘进来的宁不凡灵体听到，这一刻他心头颤抖。爸，我是废物，可还记得曾经你被诡异咬伤中毒，是我冒着生命危险，一口一口帮你把毒吸出来，把你治好的呀。爸，救妈本来就是儿子的义务，哪能要奖赏？家主出事了，不凡少爷刚刚在医院抢救无效，死亡了。病房里突然间陷入死寂，宁不凡心里稍稍有了一丝波动，自己死了，他们还是伤心的。我以为多大的事呢？宁不凡整个人麻木了，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灵梅，那是自己的母亲吗？一凡才是我好儿子，那个儿子5岁那年就已经不在了，
宁不凡灵魂仿佛触电了一般猛然颤抖，卷缩成了一团。妈，如果不是我用命换来的续命丸，你现在还能活着吗？把尸体处理了吧，别说出去那是我们宁家的儿子，我们宁家没有那种败类。这一刻，宁不凡彻底死心了。是。等下，宁一凡叫住佣人追上去，将一叠钞票塞在佣人手上。毕竟是我哥，好好安葬。把那畜生分尸后，冲进下水道去喂老鼠。佣人表情僵住，但看到宁一凡那凶狠的目光，只好接过钱离去。一凡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宁不凡那废物，如果有你一半好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失望寒心。你们寒心，我才是真寒心啊！几个人推着他的尸体从病房里出来，消失在走廊那头。宁不凡的灵体急忙跟上。一凡少爷说了，将这个废物的尸体分尸后，冲进下水道喂老鼠。啊！什么这么残忍的吗？别废话，按吩咐做就是。是。宁不凡目眦欲裂，仰天咆哮：宁家，我宁不凡在此起誓，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们。我宁不凡与你宁家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，不死不休。师父一直对我关怀备至，更是奇迹般的将已死的我救活。而为我做这一切的目的，竟然是在我成圣的那一刻，吸收我全部的力量。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千万根钢针同时刺穿，在痛苦与挣扎中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是尸。宁不凡的意识再次清醒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断的纵横跳跃，耳朵里风声呼啸，同时伴随着一声声奇怪的熟悉的血腥味充斥着鼻腔。与此同时，他也闻到了熟悉人的气息，他就绑在这个熟悉人的背上。师父，是你吗？宁不凡被废掉的双眼流出2滴血泪，这是感动的泪，哪怕整个世界抛弃了他，他还有师父。孩子，别说话，我带你回家。我还活着？有师傅在，你死不了。现在也还不是你死的时候。老人一边在深山中奔跑，一边杀戮着冲击过来的诡异怪物。在这个诡异怪物横行的世界里，深山老林是最危险的，除了猎鬼之外，一般人根本不敢踏足。你别气馁，经历过这事后，你以后的剑道意志会更加坚定。相信师傅，你一定能够突破师傅无法突破的那个境界。宁不凡不再说话，他此刻只有一个执念：复仇。5年后，围山之巅，一块高高耸立的石板上，一个面容俊秀、脸部表情冰冷的年轻人，在他周围，数百头面目狰狞的诡异怪物，瞪着猩红的双眼，死死盯着年轻男子。为首的巨型怪物一直颤抖投降，率先跃起发起，身后数百头鬼一起扑了上去。宁不凡面无表情，让诡异电光如血，下一秒，数百头鬼兽几乎。可孩子，你很强了。师父，我现在可以下山了吗？你要下山干什么？杀人。你不用了，我替你杀吧。话落，他猛然出手，锋利的手爪犹如刀锋一般，狠狠插入宁不凡的心脏。为什么？他的声音变得嘶哑，泪水从黑布中缓缓滑落。相比身体上的痛，他的心更痛。孩子，你太单纯，太重感情了，所以你容易被骗。宁不凡体内狂暴的力量犹如潮水一般被吸走，灌注进老人的身体里。你原来一直把我当做一头喂养的猪，养肥后再宰。别怪师傅，谁让你是天生剑体？你5岁那年，我一眼见到你，就看出你的天生剑体，武学天才，于是就把你带走，让你修炼杀伐之剑，攻击为师吞噬。可你的心太善良，杀意不足，很难练成。于是师傅就把你送回丰城，让你加入猎鬼师，然后有了后面的事。宁不凡终于明白，从5岁那年失踪后的人生，都是他一直敬爱的师傅一手操控的。孩子，记住了，在一个理智崩坏的时代，下辈子做人一定不要再这么单纯善良。我是第几个？你是第20个。放心，你不是第1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不，我应该是最后一个。老人一愣，陡然间，他脸色大变，然后瞪着宁不凡的眼里出现了惊恐。他吸收的力量竟潮水般的朝着宁不凡身上退了回去。不仅如此，他自己的力量反被宁不凡吸收。老人惊恐万状，他想阻止，可根本无能为力。你怎么会？对不起，师傅。其实3年前我就知道这个，只是我不相信你会对我下手，所以没揭穿。可没想到，可以放过我吗？毕竟你我师徒一场。宁不凡没有说话，只是缓缓摇头，他的心已经死了。吸收了师傅的力量，他的实力更上一筹。可他的心没有半点激动和开心，只有悲凉和撕心裂肺的痛苦，拄着那剑鞘拐杖，转身离去。他下山了，一尊杀神将降临人世间。唐静哥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？我不想死啊！山林中，被一只体型如牛的变异猎狗堵在一处死角，猛然发力。救命啊！
叶灵姐，你们没事吧？小木，你来的太好了。唐谦，我差点见不到你了。叶灵姐，别怕，这畜生已经被我打死了。话戛然而止。小妹，这畜生挨你一枪没死，起码是3级诡异，快跑！再次旋开火，这一次烈火闪电般的速度避开飞过来的巨大弹头，嘶鸣着朝前扑去。救命啊！几人绝望时刻，诡异的一幕突然出现，刚刚还气势汹汹的猎狗，仿佛见了鬼似，然后转身就跑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这么跑了？3人惊愕之时，视线里出现一个双眼蒙着黑布，左手衣袖空空荡荡，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过去的青年男子。围山之中的变异怪物，在宁不凡5年的杀戮中，早已经变成他们的噩梦。只要有宁不凡出现的地方，闻到他的气息，除非是哪些顶尖的诡异或者不怕死，否则都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怎会出现一个断臂瞎子？快拦住他！宁不凡，怎么是你？你竟然还活着！灵儿，你认识这个人？靖哥，这位就是臭名昭著的败类宁不凡。当年闯进浴室偷窥我叶倩堂姐洗澡，又抢夺她身上的续命丸，然后被封成猎鬼师协会除名，废掉双眼和斩了左臂。呵呵，还真是他啊！不是说他死了吗？连亲生父母都不管他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围山禁地中？宁不凡，你个败类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一道剑光毫无征兆的一闪而逝，唐家兄妹就感到一股恐怖的杀意席卷全身，让他们浑身毛骨悚然。啊，哥，他杀了灵姐。哥，不管是不是他，杀了这败类再说，免得再去祸害其他女人。唐谦眼里闪过狠厉的狰狞，手中的双管猛然抬起。唐谦惊恐的肝胆俱裂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但身体却依照本能叫着转身疯狂逃离。宁不凡冰冷俊秀的面庞没有丝毫波动，继续拄着拐杖朝着前方走去。杀死敬爱的师傅，心中只剩下无尽的仇恨。5年前你们百般虐待于我，5年后我乘胜归来，我要将曾经的屈辱全部讨回，我要你们全部跪倒在我的剑下。3天后，宁不凡拄着拐杖，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着，目的地封城，那个他噩梦开始的地方。目的杀，终结那个噩梦。突然，身后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。一辆越野车播放着音乐，正从后面疾驶而来。盛楠，你开慢点，吓死人了！嘿嘿，美丽的夏欣欣小姐，请相信本小姐的技术吧，保证死不了人。快刹车，前面有人！卧槽！车子犹如咆哮的钢铁野兽，带着刺耳的怪叫声从宁不凡身旁擦身而过，卷起的飓风带起他的衣角飘舞，但他却依旧表情冰冷，神色如常，仿佛刚才那生死的瞬间和他毫无干系。欣欣，没事，我们没事。好在盛楠技术过硬，没有翻车，还硬生生把车刹住了。但让盛楠恼火的是，那个罪魁祸首此刻正堂而皇之的走到前面，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跟没事人似的。王八蛋，给老娘站住！你眼瞎吗？这里是高速路，谁让你在这上面走的？骂声中，他飞快冲到宁不凡面前，挡住去路。当他看清楚宁不凡的面目时，顿时愣住，愤怒的表情变成了惊愕。还真是个瞎子，不但是个瞎子，还是一个断臂的残废，太惨了！宁不凡仿佛没听到似的，清秀的脸庞冰冷依旧，拄着拐杖一步步向前走，似乎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停下脚步。盛楠，别惹事，大家没事就好。夏欣欣生怕盛楠和别人起冲突，赶紧过来准备劝架。当他过来看到宁不凡的惨状，惊得小嘴张开，心里的气也顿时化为虚无，取而代之竟还有一丝怜悯。二女呆呆地看着宁不凡擦身而过，渐行渐远。这里是围山禁地边沿，就算没遇到车，也有可能遇到诡异怪物啊！就你同情心泛滥，这个世道，你这样的性格可不行。走吧，咱们上车再说。可是夏欣欣还想说什么，已被盛楠硬拉着上车了。盛楠将车子倒上几道后，一踩油门追了上去。喂，我说那谁要去哪儿？我们载你一程。宁不凡没有回应，继续走着，唯有拐杖落地时发出的声响，连叫几声都没有回应。盛楠，他会不会还是一个聋子？太可怜了。方程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还会说话。这话说出，他察觉不对劲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哼，会说话干嘛不回答？丰城距离这上百公里，一个瞎子靠2条腿去，简直疯子。这是要去丰城干嘛啊？杀人2个字吐出，骤然间，骇然的杀意席卷而起，瞬间将2女笼罩。欣欣，
这个人是个疯子，咱们别管他了，快走！盛楠吓得一脚油门，车子轰鸣着绝尘而去，跟逃命似的。宁不凡没有在意，继续朝前走。1个小时后，他走到一个隧道口，血腥味在周围弥漫。此时，隧道口前一辆越野车停在路边，正是刚才宁不凡遇到的那辆越野车。地上躺满尸体，鲜血遍地，哀嚎声阵阵。那些尸体有人的尸体，也有诡异怪物的尸体。这里是围山禁地边沿，一些拥有武力的人经常来这里猎杀变异生物。这样的场景并不稀罕。几个人正在忙着抢救伤员，其中有2个女孩的身影，正是盛楠和夏星星。星星，快给他治疗，这个人快要死了。夏星星赶紧蹲下，玉掌摊开按在女人的伤口上，一抹淡淡的白光闪烁。周围几个人看到这一幕，有人眼里不禁闪过一抹贪婪之色。诡异降临世间，有些人觉醒了些特殊能力，夏星星便是觉醒了治疗的特殊能力，同时她还是一名年轻的医学博士。这种既漂亮又拥有特殊能力的女人，谁不想据为己有？受伤女子在夏星星的治疗下，不一会后便恢复生机。夏星星的脸色却是苍白了几分，有些头晕目眩。2位姑娘辛苦了，喝点水。盛楠急忙接过水壶，为着夏星星喝下。等等，你这水下了药？什么混蛋！我们帮你们救人，你们竟然给我们下药！一具长刀砍在盛楠脖子上，盛楠倒在地上，却并没有昏迷。五叔，这妞有点本事啊，挨了我一掌还没有晕过去。行了，小宋，别那副色相了，现在不是你贪恋美色的时候，赶紧把伤员抬上车回去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一次猎杀诡异，咱们损失惨重，但得到这个会治疗术的女人，不亏，还赚大发了。身边的人都笑容满面。突然，地面传来有节奏的声响。谁？视线里出现一个人影。妈的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个断臂瞎子。去杀了他！五叔，一个残废瞎子，没必要吧？就当是杀个人练练手吧。哦，五叔明白了，那我就练练手。他朝着宁不凡走过去，抽出长刀。宁不凡脚步不停，面无表情地继续朝前走着，拄着拐杖的手指突然轻轻一弹，走过去的小宋浑然不觉，他的脚在向前走，身体却是被什么东西拦腰斩断，砸在地上。短须男子等人目瞪口呆，仿佛见到了鬼。五叔，小宋是怎么死的？为首的短须男子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睛死死盯着一步步走来的宁不凡。那个瞎子给他一种心悸的感觉。一起杀了他。在这满是诡异生物的世间，到处都是危险与惊悚，可这些又与我何干？我的眼中只有那该杀之人，他们的罪孽远比这些非人的怪物更让我愤怒。一道剑光从宁不凡那里发出，从众人身上横扫而过。下一秒，倒地之声不绝于耳，所有人连同伤员全被那一道剑光斩断身躯。这个瞎子竟然这么猛！一会后，宁不凡走到盛楠和夏星星面前，二女此时看着他，眼里全是畏惧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，我救你们是有目的的。宁不凡的声音平淡的似乎不带一丝人的感情。这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了吗？大侠，求你放过欣欣。如果你想要女人，我可以给你。你脱衣服干什么？我救你们，你们载我去封城，两不相欠。二女顿时脸红耳燥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好在他看不到，不对，他看不到，怎么知道自己脱衣服？你怎么看见的？盛楠，眼睛看不到的人感知力是很强的，尤其是他这样的武功高手，感知力更强。别说是动作，你一个轻微的呼吸，他都能感知到。哦，他没看到就好。咦，人呢？他已经在车上了。哎，刚才我叫你上车的时候你不上，为什么这次主动坐我们车了？不一样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，也不喜欢别人欠我的。现在我们是公平交易，谁也不欠谁。真是个怪人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说什么，我是想说你杀心太重了，那些受伤的人是无辜的，你不该杀。黑暗中，宁不凡冰冷的脸更冷了一分，寒意若有若无的在车内弥散，让二女都感到丝丝冷意。盛楠，你快别说了。盛楠有些不服气，正要说什么，夏星星的突然尖叫吓了他一跳。呀，盛楠，你看前面是什么？盛楠和夏星星透过车窗玻璃看着前方不足50米远的路面，车灯照射下，那黑压压一大一片诡异生物。盛楠，我就说咱们不走这条道，你非要走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别怕，我马上电话叫人。他匆忙掏出手机，可由于过度慌乱紧张，输入开机密码时接连出错，最后直接锁屏了。盛楠狠狠拍打着手机，嚎啕大哭。在二女不知所措时，后面车门打开，宁不凡下车去了。喂，你干嘛？会死的！
快上车来！见到有人出来，诡异们发出各种怪异的声音，让人毛骨悚然。为首一只变异的猩猩猛地抬起头，用着醒目的手看向宁不凡。可当对上眼的那一刻，猩猩犹如见到鬼一般，一声怪叫后转身就跑。下一秒，诡异们潮水般疯狂后撤，四散奔逃，好似有夺命厉鬼在后面追赶。一人面对数十头诡异生物，屁都没放一个就把他们全吓跑了。怎么可能？猎鬼师协会里的顶级强者也办不到。突然，汽车的轰鸣声犹如雷鸣般从对面传来。快过去看看，是不是盛南的车？哥，我差点见不到你了啊！刚才有几十头，不，至少上百头诡异生物包围我们，幸亏你们及时赶到，把他们吓跑。宁不凡听到这句话，眉宇间闪过一抹冷色，随后他默不作声地悄然闪入黑暗中，消失不见。大侠，天这么黑，你去哪等等？夏星星发现不对劲，可当他冲过去想叫住宁不凡时，哪还有他的影子？次日天明，平安镇进出围山的西大门，因为山是诡异生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，这里已经被大军封锁，并有一支猎鬼师中队驻扎。盛南和夏星星昨晚被救出来后，在这里住了一夜。盛南的哥哥盛浩是这支驻扎队伍中的一名猎鬼师，且是一支小队的队长。小南，瞧你这次多危险，不能再任性了。吃完早餐，哥马上安排车送你们回家。这可不行，我和欣欣要去丰城参加死党同学的婚礼呢，是不是欣欣？盛浩看着夏星星的目光含情脉脉，看得夏星星俏脸发红，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，用力点了点头。哥，要不你护送我们去丰城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哦。盛南早知道哥哥的心思了，一个劲的朝盛浩使眼色。盛浩心动不已，可他公务在身，不是自己说去就能去的。哥，你犹豫什么啊？丰城宁家大少宁一凡和我们死党同学杨柳烟的世纪婚礼，不是谁都有资格参加的，既可以当护花使者，又可以认识大人物。盛浩想不去都难了，他一咬牙，正要答应，一个人急匆匆闯进来。来自丰城五大家族唐家的唐静、唐玉兄妹及唐静的女友叶灵进围山历练，失联了。中队长命令，让我们马上进山寻找。南、欣欣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不了了。等下我托人送你们去丰城，我得马上进山找人。不用找了，他们已经死了。隔着2张桌子，一个人正在埋头吃面。大侠，是你？这人正是宁不凡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死了？你见过他们？我杀的。当李氏看清楚宁不凡的面容时，瞳孔骤然一缩，犹如见到鬼一般。宁不凡。李氏当年在丰城猎鬼师协会任过职，和宁不凡是同事，当然是再认识不过。当初他还作为证人一起诬陷过宁不凡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是人，也是鬼。话落，他手中的拐杖猛地挥动，电光一闪而逝。狗胆！盛浩见副队长在自己眼前，怒不可遏。我要你死！不要！哥，这人就是我昨晚跟你说的救了我们的人，一剑杀了好几个人，你别去惹他。盛南害怕亲哥死在宁不凡这个疯子手里。让开，你哥不是那种低级的角色，我是队长，3星猎鬼师。给我一个杀人的理由，否则我打爆你的脑袋。你问为什么要杀他？他要杀我，我便杀他，何来的为什么？魔鬼，你是魔鬼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不会。给我一个杀人的理由，否则我打爆你的脑袋。丰城猎鬼师协会的人都要死，仅此而已。宁不凡吐出平淡无波的声音，仿佛这本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站住！你敢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开枪。开枪，你会死。你，盛浩被激怒，这要扣动扳机。盛浩，你冷静些，不要开枪。盛浩看到心仪的女孩竟然维护别的男人，顿时妒火丛生。他哪里知道夏星星是在救他。星星，你干什么？不要灭我呀！为了一个断臂瞎子，你值得这么做吗？盛南，快阻拦你哥！我是医生，经过观察，我可以断定，这个宁不凡是个有很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，自闭症、暴力型精神分裂症具有很强的攻击性。这种疾病大多是后天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后形成，更加可怕。你哥现在的行为很危险，懂不懂？宁不凡，5年前你在丰城猎鬼师协会的卑劣行为，天下皆知。诚然，对你的处罚可能重了一些，可那本就是你的错，咎由自取。你现在有什么脸回来找他们麻烦？提到往事，宁不凡一成不变的冰冷面孔有了变化，握着拐杖的手微微一紧，森冷的杀意弥漫开。盛南吓得飞快。哥，你快别说了，让他走。小南，我的兄弟就死在这里，放他走怎么可能？你让开！此时，
宁不凡已经走到门口，完全无视枪口的威胁。宁不凡，我再说一句，你敢走一步，我开枪！宁不凡手中的拐杖猛然朝后仰，虎哥，郑浩的身体变成了两半，轰然倒在地上，鲜血搅一地，触目惊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要杀我，我便杀他，何来的为什么？魔鬼，你是魔鬼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不会。郑南放声咆哮，这一刻他心里充满仇恨。宁不凡救他的那点情谊已经荡然无存。听到正面的哭喊声，一队猎鬼师气势汹汹的杀来，可惜还是来迟了。敢杀我猎鬼师的人，谁给你的胆？宁不凡面无表情，继续朝前走，两个字无视。给我杀了他！所有人都怒气炸裂，纷纷挥舞锋利的长刀发起攻击。猎鬼师们保持着进攻的姿势，却停止了所有动作，周围霎时一片诡异的寂静。林不凡无视身后的声音，自顾走出了阵子。对他而言，除了去封城杀人，其他事和人根本不在乎。刚走出镇子不远，在他前方道路上，一排排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已经严阵以待。为首之人是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，驻扎平安镇猎鬼师最高长官中队长陈月，一位实力强大的5星猎鬼师。陈月冷冷盯着宁不凡，眼里杀意犹如实质。陈月此刻的心情既愤怒又吃惊，事情经过他已经了解。陈队，这么个废人，申浩等人真是他杀的？这时，一个下属在陈月耳旁问了一句，看着宁不凡的模样，有些不敢置信。他们倾巢而出，还动用协从军拦截，就为了这么一个残废？搞笑吧？陈月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来都来了，总得问一下。你是宁不凡？宁不凡已经死了，请叫我剑无情。我数3声让开路，否则我就开杀。你一个残废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开杀，你杀得了谁？宁不凡没有理会嘲笑，只是口里开始数数。我帮你数吧，1、2、3，好了，数完了，杀我！剑光一闪而过，又有一众人脸上嘲笑的表情僵硬。2，宁不凡继续数。妈的，看走眼了！陈队，你刚才看见他出剑了吗？没看见，速度太快，看来盛浩几人真是他杀的。下令了，杀了他！3，大家小心！快射！一剑横扫，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，有人甚至都还来不及拔刀，保持拔刀的动作定格在了原地。开火！长剑在此，刹那间，躲过这手，一切烟灭。下一秒，周围的人纷纷倒下，基本都是尸首分离，惨不忍睹。收剑归鞘，宁不凡脸色平静，蓦然，远处天边，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，阳光照射着血色的大地，照射在那个离去的孤独身影身上。那身影渐去渐远，慢慢消失在道路尽头。汽车的轰鸣声传来，一辆疾驶的越野车开过停下。二女看到眼前惨烈的场景，看着躺了一地的尸体，那刺目的血色大地，整个人都麻了。死了，全死了！魔鬼，他就是一个万恶的魔鬼。我们必须劝导他，否则一旦到了封城，那里将沦为人间地狱。这句话提醒了盛南，他立即拿出电话拨通一个号码。车子这时突然发动。西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追宁不凡。你疯了吗？他会杀了你。放心，别忘了我是一名医学博士，知道怎么治疗这种病人。夏星星回答着，车子已经开了出去。他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有些狂热，想着去挑战宁不凡这种高度危险的病人，这将成为他研究的最大课题。你回来，等等我。快！平安镇猎鬼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出，在猎鬼师协会内部宛若掀起了一场小地震。自然的，丰城猎鬼师协会也收到了消息。当得知是宁不凡回来复仇，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。5年前做出处罚的会长已经高升调离，如今的会长是一位古板的中年男子高三丰。叶副会长，宁不凡来复仇的事，你来说说吧。叶倩，当年宁不凡事件的当事人，5年时间，他飞速成长，如今已成为丰城猎鬼师协会3大副会长。叶倩实在无法想象，医生都已经宣布死亡的人，怎么突然活回来了？会长，当年的案子是老会长亲自办的铁案，有完整的案件卷宗，
大家都可以去查看，这应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了吧？我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当年会给这么残忍的处罚？我翻遍猎鬼师协会所有处罚案例，你们是第一例，而且这种处罚也没有任何条例依据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是老会长当初做的决断。叶倩直接甩锅给老会长，意思就是有本事你自己问老会长去。高三丰脸色难看，却又无话可说。会长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讨论怎么诛杀宁不凡这个败类才是。一个中年男子此时插话：程庸，5年前执法堂的主事现在已经升任副会长之一，就是他负责亲手对宁不凡执行的处罚。也许当年宁不凡的案子有问题，但如今他杀了那么多人是事实，已注定了他的死罪。好吧，程会长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。高三丰这句话让程庸眼皮一跳，正要拒绝，下面一句话却让他的心安定下来。特别小队随你去。哦，每一个重要城市的猎鬼师协会都会组织5到6人，小队每一个成员的级别至少都是5星，不是5到强者，就是觉醒了特殊能力的异能者，实力强大无比。宁不凡一个废人就算强，那也只是一个残废。特别的小队出马，牛刀杀鸡，万无一失。会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程会长，记住了，我要活的。明白。到时厮杀起来，刀枪无眼，谁能保证抓到活的？陈会长，自高会长来这里后，就对宁不凡当年的案子很在意，所以绝不能让宁不凡活着带回来。放心，我能让他活着回来，那不是给自己挖坑吗？新来的会长竟然让我一个普通人去抓一个呼延旺，吓得我浑身一哆嗦，正要推辞，谁知会长良心发现，给我配了一支特别小队。小队每一个成员不是5道强者，就是觉醒了特殊能力的异能者。特别小队出马，牛刀杀鸡，万无一失。高三丰回到办公室，小郑，你去安排夜莺，让他暗中跟着程庸他们见机行事。我担心程庸不会让宁不凡活着回来。郑伟有些纠结，他太了解自己这位老上司，为人刚直，最见不得冤案。会长，您真要给宁不凡翻案？宁不凡可是覆灭了一个中队的猎鬼师，死100次都不足以赎罪啊！两码事，宁不凡死罪难逃，当杀，但当年的案子必须纠正过来，否则以后其他地方的协会也效仿。那猎鬼师协会和那些非法组织有什么区别？这，属下明白了，这就去问。同一时刻，去往丰城的一条2级公路上，宁不凡不知疲倦地走着，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一辆越野车，车里坐着的人正是夏星星。宁不凡知道夏星星跟在后面，但只要不来打扰自己，他也懒得理会，自顾走自己的路。夏星星尝试邀请宁不凡上车，载他一程，宁不凡执拗的不愿意欠别人的，根本不搭理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宁不凡在路边的一个小卖铺要了1瓶水和1包饼干，摸出一张纸钞付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扫码支付。肥胖的女老板看着皱巴巴的纸钞，一脸嫌弃，声音冷漠地将钱退回去，将一个支付码放到宁不凡面前。宁不凡一愣，他已经不用手机了，再说他一个瞎子怎么扫码支付？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宁不凡收回纸钞，转身就走，东西放在柜台上也不要了。瞎子，老娘东西都拿出来了，竟然不要了，活该你是个残废！宁不凡停下脚步，握着拐杖的手指微微收缩，残废2个字刺激了他敏感的内心，森冷的杀意将女老板笼罩。女老板莫名的心头一颤，毛孔骤然炸裂，浑身仿佛坠入了冰窖。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道白色的倩影过来。老板，这位先生的东西我付钱，另外再给我来一些面包和水。女老板冷汗直冒，惶恐的点头。老板娘，快去给那位先生道歉，否则要出人命的。女老板心里慌，嘴上却硬气的道：我就不信大庭广众之下他敢杀人。再说他一个残废，老娘怕他不成。夏星星心中无语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杀意骤然暴涨，宁不凡腿上扬起。等等，宁先生，他只是一个普通。话刚说到一半，3辆车子携带着滚滚烟尘冲了过来。程庸带人下车，前面2辆车的人加上他本人，一共10个人包围了宁不凡。最后一辆车没有动静，就静静地停在那里。宁不凡，许久不见，久违了，你还活着，让我们很意外。可惜你不懂得好好珍惜活命的机会，不躲在某个地方苟延残喘，却跑来报仇。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宁不凡面无表情，无悲无喜。长官，你们好。这个残废，他买东西不给钱，还想杀我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送他进大狱。夏星星看到女老板的表现，默默地退到老后面，只当一名吃瓜群众。有人指控，程庸更开心了。宁不凡，你是越来越没人性了，现在连老百姓的东西都强抢，
你这样的垃圾，活着就是祸害，就该死无葬身之地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你就可以死了。长剑出鞘，程庸脸色一变，杀了他！身后的猎鬼师得到命令，呼啸着冲了上去。程庸瞳孔骤然放大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他带来的都是高手啊，一剑灭之。旁边站着的女老板直接吓瘫在地上，屎尿横流。程庸疯狂后退，面无人色。特别小队出击，最后那辆车的车门被撞开，5道人影犹如5道龙卷飓风出现在宁不凡面前。这便是猎鬼师中最精锐的战队——特别小队。宁不凡知道特别小队的强大，剑鞘插入地面，单手握住剑柄。宁不凡，你特么不是很能打吗？特别小队面前，看你怎么打！去死吧你！宁不凡面色冷漠，长剑一剑斩。特别小队察觉到不对劲。齐齐怒吼，5个人全部发出自己的绝招。刹那间，各种靠着最近的女老板程庸直接被震飞出去。远处观战的夏星星等人震惊的张大嘴巴。这还是人类的战斗吗？尘烟散去，战斗中的双方慢慢显露出来。宁不凡长剑归鞘，站立在那，一脸漠然。对面5个人木桩一般站立着，也是一动不动。但很快，他们身上冒出了血。所有看着这一幕的人呆若木鸡，程庸麻了，跌坐在地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一个卖东西的，偏偏杀人。程庸堂堂副会长，竟被吓得跪在了地上，裤腿已经湿透，尿骚味刺鼻的在空气中弥漫。别杀我！我当年是被逼着陷害你的，都是叶倩和宁家那个杨子宁一凡的阴谋。你要找麻烦，去找他们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不，宁大爷，别杀我，我留着还有用。新任的高会长想给你翻案，我可以给你当污点证人，指控叶倩他们。不需要，3个字，无悲无喜。宁不凡收剑，转身朝着前方的黑暗走去。程庸覆灭，连带一支特别小队。消息传出，猎鬼师协会轰动，有人慌了。特别小队都不是对手，这谁能挡啊？难道要出动宗师？这叶鹰亲眼见证了那场战斗不？那根本不算是战斗，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戮。三丰都惊呆了，一个人还是一个残废，竟可以强到这种程度。如今他正朝丰城赶来，怎么办？会长，要不咱们先离开丰城吧。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此时响起。喂，我是高三丰武教官，你好。听到电话里的人是谁后，高三丰急忙站起来，语带敬意。这可是猎鬼师最有名的教官，自身实力恐怖，教出了无数战功赫赫的猎鬼师。妈了个巴子，你们丰城猎鬼师协会都是一群废物吗？对付一个残废搞成这样，简直是丢老子的脸。盯紧那个残废，老子亲自来会会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还有，这件事必须封锁消息，我们丢不起这个脸。高三丰心里苦笑，人家根本就没跑，而是光明正大的正朝丰城而来。现在的问题不是人家逃，而是自己这边的人要不要逃离丰城。武教官要亲自赶来对付宁不凡，教官的强大毋庸置疑，他出手那才是真正的牛刀杀鸡。但是以武教官的暴脾气，宁不凡杀了这么多猎鬼师，他不可能给宁不凡活路，翻案就更不可能了。一会后，他好似下了很大决心。小郑备撤。会长都这么晚了，您还要去哪？去会会那个宁不凡。这个病人的内心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创伤，任何试图靠近他的人，随时可能如尘埃般灰飞烟灭。身为医生的我，即便前路荆棘满地，也绝不能退缩。离我远点，否则我不保证会杀了你。夜已经很晚了，去往丰城的路上，宁不凡不知疲倦地朝前走着。夏星星一日狗皮膏药一般跟在后面，不过一天没合眼这么开车，他已经严重疲劳驾驶，有些扛不住了。突然一个不留神，车子猛地开出路边，惊慌的尖叫声中，车子当下路沿。夏星星吓得魂都要出来了，万幸人没有事，可他要出来时，车门已经被抵死，根本打不开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整个翻倒朝上的车底被一道剑光硬生生给切开。夏星星看着站在车旁的宁不凡，犹如看一个怪物。宁不凡没理夏星星，
径直走过来，拿起车上洒落的一瓶矿泉水和包饼干。我救了你，拿你这些东西公平交换，谁也不欠谁的。平淡的声音吐出，宁不凡拄着拐杖坐在路边便吃起了饼干。宁不凡正吃得津津有味，一股女人的香风飘来。这些都给你，你又救了我一条命，这些东西根本无法抵消我欠你的，所以都是你应得的。宁不凡微微一愣，似乎觉得有道理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是你默认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。宁不凡显然没心思去理会这些食物，突然问：你之前说的杨柳烟和宁一凡结婚是真的？5岁之前，他和杨柳烟是青梅竹马，两人定了婚约。可后来自己失踪，被找回来时已经物是人非，杨柳烟已经喜欢上了那个杨子宁一凡。当然是真的，我盛楠和杨柳烟在京都大学的时候是最好的闺蜜和死党，杨柳烟结婚特意邀请我们去的。不过盛楠的哥哥被你杀了，他可能没心情去了。你这样跟着我是想着找机会给他哥报仇？不，我是一名医生，是治病救人的，不会杀人。我跟着你是想帮你。你能帮我什么？首先说好，我输了你可不许生气。宁不凡沉默一刻，点点头。我是一名医学博士，我怀疑你可能是自闭症暴力型精神分裂症。说到这后，他不敢说下去了，因为一股可怕的寒意已经将他笼罩，让他如坠冰窖，心脏似乎都要被冰冻窒息。你说过不生气的，离我远点，否则我不保证会杀了你。宁先生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一定受过很大的心理创伤。我在心理医学上有很深的研究，真都可以帮你。一声怒吼，恐怖的气浪冲击而至，磅礴飓风席卷而起。滚！宁不凡喘着粗气，夏星星说的这些让他回想起过去的痛苦，有那么一刻，他真起了杀心。别再跟着我！冷冷丢下这句话，宁不凡拄着拐杖朝黑暗中跨出脚步。突然，宁不凡停下了脚步，出来，否则死！一男一女从黑暗中走出，女人身后是一条双头青色巨蛇，男人身后是一只巨型蜘蛛。鬼神殿。鬼神殿，猎鬼师的死敌，他们修炼了特殊的功法，可以召唤或饲养鬼兽协同作战，实力强悍，能够召唤和饲养鬼兽作战的人并不多，他们无一不是鬼神殿中精英的王牌。夏小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夏星星看得头皮发麻，浑身发抖，一张俏脸已经杀自一片。瞧你怕的，人家有这么可怕吗？请问蛇女，办正事。你叫宁不凡？有事。我们是鬼神殿的，听说你专门和猎鬼师为敌，杀了不少猎鬼师，这和我们目标是一致的，所以我给你一个荣幸加入鬼神殿的机会。现在只要你表示臣服，就可以有资格成为我的奴仆，后面表现好的话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不要加入他们，他们是邪恶组织。我们可不是邪恶组织，猎鬼师才是邪恶的。上次我就说了，只要你加入我们，就知道我们的神圣了。这次来吧，做我的奴仆。不，我不会加入你们。这次你跑不了的，这个瞎子保护不了你。正好，你们一起加入吧。滚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不臣服，那就让你成为我神猪的补品吧。猪儿，吃了它。我都变成这副样子了，生不如死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这些吗？宁不凡只是带了必死之心去封城，要他放弃复仇几乎不可能，只有杀了他。可他表现出来的实力，杀他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巨型蜘蛛立即发出惊悚的声音，猛然冲上前来。宁不凡面色冰冷，手指一战，长剑出鞘。见无去势未尽，继续斩击。连。为什么伤我？他觉得很委屈，又不是他对宁不凡动手，为什么连他一起被杀了？一声闷声后倒下，一样变身，惨死当场。夏星星睁开眼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眼皮红。别再跟着我！宁不凡吐出具有警告意味的一道声音后，踩着地上的血迹朝远处走去。夏星星呆在原地，想说什么却又不敢，只能默默看着那个孤独的背影渐行渐远。可突然扑通一声，正在走着的宁不凡毫无征兆的一头栽倒在地。喂，你没事吧？醒醒！难道是内伤？这是他觉醒的特殊能力，可以检查人体内部伤势，比照 CT 更牛逼。夏星星瞳孔顿时缩成一团，宁不凡的心脏被打穿了5个孔，看形状好像是5个手指抓出来。是宁不凡下山前，他那个师傅偷袭抓。夏星星没心思去想，救人要紧。他双手按在宁不凡心脏位置，手心白色的光芒丝丝缕缕地渗透进去，慢慢修复受损的心脏。长时间的能量输出，导致夏星星体力透支，晕倒在地。夏星星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，发现自己睡在一个树枝和树叶搭建的帐篷里。外面，宁不凡背对着帐篷，打坐在一块石头上。
仿若老生入定一般一动不动。你醒了？他平淡的声音问出，很稀罕的少了往日的冰冷。你没事了吗？你心脏的伤？我欠你一条命，就此别过吧，别跟着我，很危险。等一下，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，至少还需要2个疗程。我不想再欠你2次。你不是要去丰城吗？正好我也要去，我们可以同路。我一个女孩子在这荒山野岭的，我害怕。走吧。夏星星大喜，急忙跟了上去。去往丰城的路上，一男一女徒步而行。突然，汽车的刹车声响起，宁不凡握拐杖的手一紧，杀意骤然爆发。宁不凡以前就是丰城猎鬼师协会的，坐过这类车，车上下来的人正是赶来找宁不凡的丰城猎鬼师协会新任会长高三丰。高三丰早知道宁不凡受到的处罚，可真正看到宁不凡的模样时，还是心头忍不住一颤。难怪宁不凡如今归来会如此疯狂的杀戮。你好，宁不凡，我是丰城猎鬼师协会新任会长高三丰。这位是夏小姐吧？你家人很担心你的安危，让你务必跟我们回去。夏星星往宁不凡身后缩了缩，他还没研究完自己的课题呢，怎么能就此前功尽弃？再说宁不凡还需要自己治疗。看到夏星星这动作，高三丰眉头微皱。这位夏小姐怎么回事？跟在宁不凡这种高度危险的人旁边，她就不害怕吗？还是她受到了宁不凡的威胁，不敢离去？肯定是这样的。宁不凡，你不必对我抱有这么大的敌意，对你的遭遇我很同情，更想调查清楚当年事件的真相。真相对你们而言不重要，对我现在也不重要。不，我认为很重要。当年你在猎鬼师协会待过，应该知道我高三丰的名气。我高三丰看不得一起冤假错案。高会长，我说过了，不重要。夏小姐跟在我身边，很危险，你带她走。接下来的事我会自己解决。5年前的恩怨，很快就会有一个了断。杀人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你就算杀光了所有人，当年你的案子没有翻过来，你依旧是他们口中的人渣败类，十恶不赦的恶徒。我都变成这副样子了，生不如死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这些吗？不凡，其实你的眼睛和手，我有办法帮你恢复的。宁不凡愣住，冰冷的表情微微有了些许情感波动，但很快，他那点感情波动便消散无踪，恢复了冷漠。不必了。对于我而言，这个世界的阴暗和险恶看不见更好。了却这段恩怨后，我便会在世间销声匿迹，所以康复不康复没有意义。宁不凡这是带了必死之心去丰城，要他放弃复仇，几乎不可能，只有杀了他。可他表现出来的实力，杀他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突然，头顶上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。会长好像是武教官的直升机来得这么快，糟糕了，宁不凡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请你马上跟我走。你放心，如果你是清白的，我高三丰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会还你一个清白。你引来的人吧？高三丰不知道如何回，长剑豁然出鞘。会长小姐。5道人影。鬼神灯，快走啊！宁不凡岿然不动，面色平静。下一秒，他手握长剑，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中，纷纷洋洋落下，宛如下起了一场金属戏。这尼玛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？高三丰几人大脑一片空白，一声巨响。吴教官武雷没有说话，此刻看着那个站在雨屑中岿然而立的笔挺身影，是的，他也被震撼到了。他有生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震撼。这个宁不凡只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啊！以他表现出来的可怕实力，以后若再成长起来，一人都能覆灭所有猎鬼师。不，此子绝不可留，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你杀了这么多猎鬼师，还杀了我们一名宗师，这是逃不掉的死罪。死罪！5年前我就已经死了，如今那些罪孽，那些痛苦，我要让他们一一品尝，让他们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此子绝不可留，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武教官，武教官，闪开！教官，5个人，一个个都是气息强大，实力非凡。随我一起诛杀此贼，为死去的兄弟报仇。高三丰有些绝望。教官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要杀也不是现在。5年前的案子还没有查清，等我查清。吴来，你别气连太甚。高三丰，别忘了你自己的立场。此人诛杀我猎鬼师无数，平安镇的猎鬼师更是被屠戮一空，他不该杀吗？哼！一步跨出，杀意刹那间冲天而起，身后5人也纷纷释放出自己的杀意。身边的夏星星已经吓得连灵魂都在激动，这么多强者的杀意汇集过来，她一个弱女，她是一点余波都难以承受。吴教官，夏小姐是无辜的，别伤害了她。哼，
跟随此贼在一起，定不会是什么好人，一起杀了。五人齐声大吼，纷纷拔出战刀朝宁不凡冲去。宁不凡嘴角勾出一丝冷气，长剑冲出剑鞘，剑光如雪一般横扫而出。杀！武雷等人目瞪口呆。这次带了最强的一支特别精锐过来，都是由教官组成的，就算我亲自出手，也不可能一击秒杀。这怎么可能？宁不凡一剑撩五人，毫不停息，剑尖猛然指向。一点剑芒在五雷瞳孔中骤然放大，危急时刻，他身上爆发出宗师强者力量。脸上表情竟是惊恐不可思议。一代名声显赫的武术宗师就此陨落，高三丰的脑袋嗡嗡在响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此刻他才意识到宁不凡的可怕。凤城猎鬼师协会的人必须逃。宁不凡冰冷面孔朝向呆愣的高三丰，使得高三丰浑身一颤，心底三分冰冷。会长，快走！宁先生，我们会长对你并没有恶意，还想着替你翻案呢，所以希望放我们走。你刚刚对我起了杀心。宁不凡，你杀了这么多猎鬼师，现在又杀了我们一名宗师，这是逃不掉的死罪。死罪！5年前我就已经死了。话落，他的大拇指按在了剑柄。郑秘书，带会长走。鬼兽！会长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已经。宁不凡没有再出手，他和高三丰立场虽然不同，但不得不说，高三丰是个好官，他也需要高三丰回去，给宁家和丰城猎鬼师协会带去死亡的恐慌。丰城，我来了，你们等待死亡吧。这一时刻，丰城猎鬼师协会副会长叶倩的办公室，叶倩没有来的一个机灵，背景一阵发寒。怎么回事？叶会长，不好了！谭燕，你怎么回事？叶会长，我刚得到消息，昨晚上高会长带着他的秘书离开丰城，听说是去找宁不凡那个残废了，这是铁了心要翻案呐！那个老东西，如果真翻案了，当初咱们这些诬陷宁不凡的人，不是要倒霉了吗？我之前已经和老会长通电话了，绿的案子他高三丰翻不了，老会长已经叫人乘坐专机过来了。谭燕啊，以后丰城这里可就是咱们说了算了。谭燕先是愣了一下，忽然他好像明白什么事。你是说高三丰那老东西要滚蛋了，你上位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宁不凡，你不是要来报仇吗？让我等着你，我就不信集合整个丰城的力量弄不死你，这一次不会再给你半点活命的机会。如今我坐上代理会长位置，前任会长却劝我快点逃，更是要求疏散整个协会人员，不就是一个残废找上门报仇吗？如今整个丰城都在我手里，区区一个残废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会长，咱们是不是该提醒他一下，连武教官这位宗师在宁不凡手下都不堪一击？闭嘴！丰城的事和我们无关了。别人都说爱笑的女人一般运气都很好，希望她能笑到最后。宁少，当初我帮了你，你答应我的宁家1半的财产该给了。宁一凡眼皮一跳，有些为难。叶会长，等我和杨柳烟婚礼后，宁笑那老东西才会把家业交给我，所以要久等2天。宁不凡的事一直被猎鬼师协会封锁消息，到现在宁一凡还是有些不相信叶倩是宁一凡，你给老娘听着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更不是在与你开玩笑。宁不凡现在很凶残，整个平安镇的猎鬼师被他一人屠灭，我方猎鬼师一支特别精锐，也是全军覆没，连副会长陈庸都死了。如今要杀宁不凡，必须请动宗师级别的强者，20亿天飞之前必须给我，否则我会让你这个养子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化为乌有。叶倩凶狠的威胁，吓得宁一凡只能疯狂点头。送走叶倩，宁一凡绞尽脑汁想办法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我去哪凑出这20亿啊？正想着，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。一凡弟，你在哪？爸爸被鬼兽咬伤中毒了，妈当年续命丸续了5年的命，药性已经消耗殆尽。医生说还需要更多的续命丸，你快来医院救救爸妈！宁一凡很疑惑，好好的怎么都进医院了？思索片刻，终于想到一个妙计。10多分钟后，他紧急赶到医院，父亲宁笑陷入昏迷状态，母亲灵梅在床上痛苦呻吟。妈，我就是豁出自己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可是续命丸极其珍贵，如今又去向人家要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们必须付出很大代价呀！无论多大的代价，只要能救妈，都值得。是啊，孩子，要什么代价？你说
至少20亿。宁一凡这个数字说出，让宁无双和灵梅都吸了一口凉。妈，我知道20亿很多，但救您的命值得啊。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董事长，根本无权调动这么多资金。妈，一凡弟说的对，只要能救您20亿无所谓。我建议现在就把集团交给一凡弟。天助我也！拿下宁家集团大权的机会就在当前。灵梅也没多想，反正宁一凡是内定的继承人，大权早给晚给都是给。好，马上把秘书和律师叫来，我和你爸这儿就把集团所有大权交给一凡，以后咱们宁家就靠一凡了。这一家3口蠢货啊，我真是太喜欢了。1个小时后，宁一凡拿到了宁氏集团的授权书。这一刻，宁一凡大权在握。三姐，你在医院看着爸妈，我马上去提前找药救人。宁一凡丢下一句话后，火速离去。他找屁的药，而是来到集团，立马召开新上任的董事大会，将平时和自己不对头的几个老家伙给放假，换上自己的亲信。叶倩啊，叶倩，老子现在大权已经在握，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忙了。20亿，想屁吃去吧！宁不凡，老子自己派人去杀。念及此，他一个电话安排宁家最能打的高手去抓宁不凡，一定要活的。他要让活着的宁不凡看着自己的辉煌成就，然后再活活将他羞辱致死。一凡弟，你找到药没有？爸妈快不行了呀！突然，宁无双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，满脸焦急。宁一凡不慌不忙地将宁无双拉过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给他倒了一杯水。三姐，别着急，药很快就到了，喝杯水缓缓。等药到了后，我们一起去医院救爸妈。宁无双长长松了一口气，接过水杯一口喝干。看到宁无双喝完水，宁一凡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形象。一凡弟，大姐、二姐和四妹都不在家，现在家里就你我2人照顾爸妈。我一个女孩子没什么本事，多亏有你了。可话刚说完，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模糊的视线里，宁一凡以前那张乖巧的面孔竟变得如此邪恶狰狞。他没时间去考虑原因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昏了过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宁无双被阵阵疼痛刺激醒来。他正被一个男人压死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最疼爱的好弟弟宁一凡。宁一凡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是你三姐啊！宁无双，我可不是你宁家人，老子姓龙，和你没有任何亲人关系。今天老子翻身做主人了，宁家是我的了，你们宁家人出局了。你是说以前的一切都是假的？你从来就没把自己当宁家人？我从未见过这么愚蠢的人。其实宁不凡才是你们真正的亲人。当年宁笑那老家伙被鬼兽咬伤中毒，是宁不凡亲口给他吸毒，救了老家伙一命。宁不凡自己差点死掉。还有林梅那个蠢货老女人的续命丸，也是宁不凡求到的。畜生，你是畜生，你不是人呐！宁一凡，我一定会揭露你丑陋的真面目。大姐、二姐、四妹知道你的真面目，一定会赶回来收拾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。宁无双，你还是这么天真愚蠢啊！既然我让你知道这些，就不可能让你活下去。来人，这个女人你们带下去随便玩，老子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能让她见到明天的太阳。宁一凡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盯着宁无双的惨叫，渐去渐远。宁一凡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我宁一凡在该恢复自己的本名了，我叫龙天翼，6大隐世古族之一，龙氏家族的血脉。哥哥要带妹妹回家，可妹妹死活不愿意离开这个残废男人，更是劝哥哥赶紧散开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气得哥哥拔刀要杀掉这个残废男人，可下一秒，当男人拔剑的时候，妹妹却跪在了男人面前，哭喊着让男人放过自己的哥哥。妈的，敢劫持亲，兄弟们给我弄死他！宁不凡表情冷漠，长剑出鞘。不要！赵全，你干什么？谁也不许动手！我没有被他欺负，更没有被他劫持，我是自愿跟着他一同结伴去封城的。见夏星星还护着宁不凡，赵全气得眼睛都绿了。夏欣欣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是有婚约的，你竟当着自己的未婚夫去维护别的男人，你什么意思？赵全，婚约不过是以前大人们的玩笑话而已，现在早已经是恋爱自由了，我从没有承认过什么婚约。夏欣欣，你为了一个残废而不承认你我的婚约，意思是老子还不如一个残废是吧？这是对我的侮辱，滚开！今天我必须弄死他！赵全，你干什么？冷静些！老子没法冷静。杀！不要啊！他不是担心宁不凡，而是担心宁不凡一剑把他们全秒了。黑暗中，一颗颗头颅冲天而起，血雨漫天。
夏涛惊骇的大脑一片空白，都怪猎鬼师协会封锁了消息，不知道这家伙的可怕，要不然赵全等人也不至于来如此作死。妹妹，这是什么魔鬼？哥，你们快走！对，走，大家快走！等等，宁不凡突然开口，冰冷声音仿佛拥有冰冻法力似的，瞬间让所有人僵住，一动也不敢动了。跟他们走，否则我杀了他们。这是赤哥哥的威胁，杀意弥漫。好，我跟我哥走，你别杀。夏星星怕这个家伙是真的会杀光夏涛他们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汽车的轰鸣声响起，前方数道车灯的灯光犹如利剑划破黑暗，飞驰而来。一群杀气腾腾的大汉跳下车轮。老朽宁坤见过大少爷。来人正是宁家派来抓捕宁不凡的高手。谁让你们来的？一凡少爷让我们带你回去。宁一凡吗？大少爷，别让我们为难。你想多了，你根本不用为难的。宁不凡长剑冲天而起，宁坤瞳孔震一圈，猛然大喝一拳砸了出去。剑光轻松碾碎那拳芒，划过了宁坤的身体。长剑归鞘，宁不凡表情冷漠地站在夜风中，岿然而立。宁坤12个人一个倒下，剩下最后一个站在夜风在瑟瑟发抖，大脑一片凌乱。大少爷，别杀我，我是被他们带着来的。开车去丰城，废话一个字，你死。是。随后剩下那人开车带着宁不凡离去。宁不凡一走，夏涛等人差点喜极而泣，抱头痛哭。杀神终于走了。男人刚下车，准备感受这熟悉的城市，可后面的司机却猛地踩下油门，车子像离弦之箭朝男人后背凶猛撞过去。只要撞死这个残废，少爷必定会大大奖赏我。富贵险中求，去死吧！唐剑朝后展出一道犀利的剑光，里面的人死了不能再死。宁不凡一脸冷漠地朝前走去。宁家山庄，这里虽然不是婚礼的主会场，但也布置得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门口。这是看到宁家办喜事，上门来讨要洗钱的乞丐。开什么玩笑！宁家这样的家族也是乞丐有资格来的吗？瞎子，你他妈马上滚！咦，等下，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他好像是宁不凡，他是宁不凡那个垃圾败类。一道剑光横扫而过，头颅飞上高空。这么大的动静，立即招来无数的宁家人。霎时间，10几个人蜂拥着冲出。谁敢来我宁家门前撒野，找死！魁梧壮汉猛然瞪大惊恐的双眼。你是孽！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宁家，我们的恩怨该结束了，复仇开始。宁不凡面色冰冷，挥舞着长剑往后面追杀。一声巨响，护装队终于集中攻击过来。为首者是一位脸色阴沉的中年男子，宁红。论辈分，毕宁不凡见了他得叫一声堂叔。举枪，给老子瞄准他！林红看着遍地是尸体和鲜血，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林红看清楚宁不凡的面容后，才嗡的一下，当机了好一会后，你是宁不凡？怎么可能？你还活着？宁不凡已经死了，我是剑无情，替宁不凡了结与你宁家的恩怨。宁不凡，你也是宁家人，怎么能如此残忍？残忍？你宁家当初是如何待我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林红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说不出来是吗？那就不用说了。不，我是你堂叔，你不能。宁不凡没有停下脚步，凡是感知到当年侮辱过他的人熟悉的气息，便是一剑斩杀出去。一个肥胖妇人一路奔逃进厨房，将那肥胖的身体强行塞入一个大橱柜，藏在里面瑟瑟发抖。他记得以前自己送饭菜时，给其他人都是山珍海味，给宁不凡的大多是残羹剩饭，甚至有时候送的过程还要往里面吐口水。如今宁不凡携带滔天怒火归来，见人就杀，肯定不会放过他。菩萨保佑，宁不凡那该死的杂碎看不到我，他找不到我。突然，抹亮光地上，从自己身体里滑了过去，女人的双眼瞪得滚圆，
你躲不过的，谁也躲不过。突然又感知到熟悉的气息，反手就是一剑。这里这么隐蔽，那残废瞎子应该找不到了吧？放心，他肯定找不到。这里是一凡少爷的房间，那残废当年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，所以他不熟悉这里。看不见的情况下，他不可能找到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墙壁突然破开，一道亮光出现。厨房里不断有剑光从他长剑上展出，直到他感知不到熟悉的气息后才停止。他们不在。宁不凡没找到宁笑和林梅，还有宁一凡等人，稍微有些遗憾。不过没关系，他可以继续去找。也仅此，他长剑一挥，斩在燃气灶上面，一团火星迸发而出，霎时间喷了起来。当宁不凡走入山庄时，数百成为对手食肉武器赶到门口。上百人团团包围一个男人，举起手中的枪械，标准的红点聚集在男人身上。可男人却一点都不害怕，更是举起手中的长剑，试图对抗。队长，他这瞎子还多了条手臂，是怎么杀穿整个宁家山庄的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是今天我们必须将他拿下，给宁一凡少爷的婚礼送上一份大礼，少不了兄弟们的好处。开火！骤然出现一道由密密麻麻电光产生的剑刃，暴雨般的子弹轰击在剑盾之，顿时被搅得粉碎。一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开枪！开枪！剑盾立即化作密集的剑刃，雨点一般朝前方人下雨，血红天地，好像升华过长空。长剑归鞘，宁不凡缓缓抬头朝向门口。宁一凡，该你了。宁家山庄负面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猎鬼师协会。叶会长，宁家山庄完了，宁不凡现在朝宁一凡举办婚礼的酒店去了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宁一凡？帮我？说他得20亿，竟然只给了10亿。既然他这么牛逼，那就让他独自去面对宁不凡吧。话刚说完，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。叶会长，宁不凡那该死的杂碎杀疯了，我的人和城卫的人都挡不住他，麻烦叶会长您帮个忙可好？你放心，剩下的10亿我马上给你。没办法了，龙天翼只好低头。好啊，那你把钱打过来。不到5分钟，10亿就到账。叶会长，钱到账了，您的人什么时候出手？我马上派人新郎官安心的举办你的婚礼吧。多谢了，希望叶会长有空能来参加鄙人婚礼。荣幸之至。结束电话，龙天翼彻底放下心来。会长，我这就去安排人截杀宁不凡。我说过要派人了吗？那您电话里刚才说，我说了吗？是会长什么都没说。大酒店里贵宾云集，婚礼开场。为了让宁笑和灵梅夫妇到场，龙天翼准备了2颗特效药，隐瞒其严重的副作用，让夫妇吃下。疗效能短暂，使2人容光焕发。天骄战将，宁天骄携价值1亿重金，恭贺一凡帝新婚大喜。宁天骄，宁家大女儿，护龙阁战将，地位尊贵，战力无双。这女人怎么来了？还没有完，外面又是一声大喊。影视歌3期国际巨星宁星和谐，价值3亿礼金，恭贺一凡弟弟新婚大喜。这2人不是说没空参加婚礼吗？这2位姐姐都不是一般人，2人不回来，宁家可以任由龙天翼拿捏。现在2人回来了，有些事可就得束手束脚。女儿，太想你们了。现在楚老4招娣在海外，咱们一家基本团聚了。龙天翼脸上挤出笑容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之前听你们说不能来，我和柳烟都伤心了许久呢。你的婚礼我们天大的事都必须来，我和你二姐不过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而已。去你妈的惊喜，这是给老子的惊吓。滚开！我是宁家3小姐宁无双，放我进去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龙天翼脸色大变，脸都苍白起来。放开我！爸妈、大姐、二姐，我是宁无双，宁一凡是个畜生，竟敢冒充我3姐，我弄死你！事情发生太快，众人反应过来时，宁无双已经消失在门外。关门！拖出去，扔到山上去喂那些怪物吃。宁无双奋力挣扎嘶喊，却毫无意义。他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本想跑来这里揭露龙天翼的真面目，不曾想却是这样的结局。这一刻，他终于体会到当年宁不凡的失望和绝望。喂，你特么又是谁？滚开！妈的，又来一个乞丐，还是一个瞎子，给老子打出去！
但保安头子呆若木鸡，惊恐的双眼瞪得比明明都还大。宁无双抬头也瞪大双眼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和震惊。你是不凡弟弟？宁不凡面无表情，猛然一脚飞了出去。咱姐真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我原谅你了。谢谢，死在你手上算是3件，赎罪了。能不能再听一听？他林一凡，他就是一条披着伪装人皮的恶狼。妈，你清醒一点吧！你以为5年前的续命丸是他找来的吗？不是不凡找来的。还有爸，你当年被鬼兽咬伤中毒，是不凡给你用嘴吸毒，这才救回一条命的。不凡，我终于明白你当年的绝望了。他们宁愿相信一个养子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亲生的。你们不都是一丘之貉吗？是啊，我也一样，我们都该死啊！我与你宁家的恩怨，今天该结束了。除宁家人外，无干人，滚！外面突然间脚步声大作，震耳欲聋的大笑声传来。老夫没来迟啊，看了宁家自相残杀的一场好戏。严老，您终于来了。他是神龙山庄的氪金严寒长老，8匹武者，我见过他。无数人倒吸冷气，神情激动起来。那可是天下超级势力之一啊！一凡弟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三妹刚才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？没错，是真的。宁家人犹如大脑被一道惊雷击中，顿时呆麻。不可能啊！妈，没事吧？旁边宁少就是噗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，也跟着跌坐在地上，脸色乌黑，连血水都是黑色的。但宁一凡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吗？你和宁家都一样的蠢啊！我说什么你们都相信了吗？我说你们吃屎都是香的，你们去吃吗？你我不管你是叫宁一凡还是龙天意，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。爸妈，这婚我不结了，咱们走。刘嫣，你可是我亡妻，怎么可能走得出去呢？亡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父母都死了，然后我以你老公的名义继承杨家集团的资产，明白了吗？你妄想！柳烟，我的女儿啊！你个狗东西，你敢打我女儿？老家伙，我连你都敢打你女儿，算个屁！诸位，今天大家就都别走了，我理由都给你们想好了。宁不凡归来复仇，杀光了宁家人以及所有宾客。我龙天翼奋起反抗，经过与魔头殊死搏斗，最终击杀了魔头。你把我天骄战将当摆设了吗？我在，你带来的这群人都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调动不了一丝真力了？大姐，别挣扎了，刚才我敬了你一杯酒，里面可是放了强力化工散。你好歹毒啊！天意少爷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动手吧。好，那就动手，杀！龙家的人拔出战刀冲了上去，宾客们不凡静静站立在那里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10多分钟后，惨叫声渐渐弱了下去。龙天翼还留着宁笑等宁家人，还有杨柳烟及其父母。一凡啊，妈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能这么对妈。不，我如果有这么蠢的妈，那还不得一头撞死？本来她还可以多活几天，不过服了我的特效药后，榨干了她的身体机能，所以只能提前归天了。不凡，我的儿子，妈当年错了，求求你再给妈一颗续命丸，妈以后定好好待你，妈求你了。宁不凡死了，我叫剑无情。宁不凡缓缓转身，冰冷的面孔朝向龙天翼。宁不凡，我承认你有2架，可你始终只提一个人，老子这么多人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宁不凡面无表情，豁然一剑挥出。剑太多，龙天翼竟然毫无知觉，还在得意表现，手臂砸在地上，鲜血飞溅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将他碎尸万段。
龙天翼都直接傻眼，忘记了参加。一个瞎子残废怎会这么强？瞎子，我低估你了，但老夫就不信我一个8品武者会干不过你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强？宁不凡没有回答，冷着脸，提着剑朝着龙天翼一步步走去。你别过来！宁不凡，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怎么也算不到我身上，是宁家人自己薄情寡义，不配为你父母，不配为你的亲人。就算没有我龙天翼，也会有张天翼和李天翼。我曾经受的罪，现在还给你。当然，我得加点利息。啊！你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对你而言是奢望。宁不凡不再理会，转身提着剑朝宁家人和杨柳烟一起走去。婚礼现场，新郎竟是个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，新娘更是躺在地上装死，动都不敢动一下。而造成这一切的，竟然是一个同样断手的瞎子。此时，他的姐姐们正跪在他面前，不停地求饶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害怕死。我是你姐啊，你真要杀我吗？唐姐从宁天骄身上后给你们留一个全尸，这已经是我对你们最后的情了。我是护龙阁的战将，杀了我，护龙阁绝不会放过你。我在下面等着你。那你就慢慢等吧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你妈，你杀我，天理不容，违背人伦。林梅虽然吓得涕尿横流，但思路还是很清晰。你还需要我动手吗？一句话让林梅呆住，这时她才幡然醒悟，从他们吃下宁一凡的特效药之后，已经是注定了活不长久了。凌啸毒性飞速发作，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弹。报应啊！老婆子，我们自作自受，死有余辜啊！不，我不想死，我不能死。宁不凡面无表情地走向后面的宁星河。别杀我，二姐曾经是有对不起你，但我是受到宁一凡的蒙骗，而且我并没有对你做过太多过分的伤害啊。的确，当年宁星河一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明星梦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很少在家。谁敢动我的女人？星河，别忘我来救你了。坤坤，你终于来了。刚才宁星河在恐惧无助中，早就向曹坤坤打了求救电话。曹家可是一个强大的武道家族，家里有宗师级的强者坐镇。星河，别怕，谁敢杀你，我弄死他。坤坤，你带了多少人来？时间太紧，带太多人赶不过来，就带了赵老过来。才一个人？哼，老夫乃一位半步宗师，单手可杀穿整个封城，不够吗？太好了，坤坤，快杀了那个狗东西！招了啊，给我删！遵命，老夫今天就为了天下正义，杀了你这个狗东西！半步宗师，你之威何其！快杀了这个私生的孽种！老娘死了也要拉他一起陪葬！你闭嘴！你刚才说的私生的孽种什么意思？林梅使劲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她最终一头栽倒在地，再没了气息。宁不凡只好朝向宁啸，宁啸已经是气若游丝，朝宁不凡伸出颤抖的手，似乎想说什么。有什么遗言，你可以说。林梅一直讨厌你，当年不惜把你故意走失，因为她不是你母亲，你的母亲叫秦。最后的名字没有说完，宁啸的手猛然垂下，没了气息。世界这一刻才是陷入了真正的死寂，似乎终于明白了以往的一些事。他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并缓缓站起，冰冷的面容朝向还在呆滞惊恐状态中的宁星河和曹坤坤。本来你不该死，但现在你该死。不，坤坤，曹坤坤吓得跳起来，惨叫着发出要剑光杀出。大厅里还剩下最后3个人，杨柳烟和他的父母。3个人已经吓得昏死过去，宁不凡对3人也没兴趣，大步离去。下一站，猎鬼师协会。男人走在路上，身后却偷偷跟着10几人。这些人不是武道高手，就是高阶赏金猎人，他们在等待一个信号，一个冲上去把男人千刀万剐的信号。
突然，两旁的店铺大门突然炸开，一群杀气腾腾的杀手从两边店铺中冲出，将宁不凡前后包围。就这么一个残废，竟然悬赏10个亿，简直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上！妈的大意了，有2下子，用远程攻击开枪。大爷，饶命！我们错了，求您饶了我。宁不凡表情冷漠的抬起脚板，对准大汉的脑袋。不要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毒刺杀手组织的，杀了我，我们组织绝不会放过你。快！你们2个弱鸡这么慢，照你们这个速度，10个亿我们汤都喝不到。大姐头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快跑不动了。10个亿啊，这奖金太他妈疯狂了！大姐头，怎么不走了？咱们不是挣那10亿奖金了吗？大姐头，你捂猴子干啥？咱们不就是来杀人拿奖金的吗？帅哥，我们只是路过的，马上就走，快走！少女左右开弓，拖着2人撒腿就跑，跟逃命似的。宁不凡眉头皱了皱，也懒得去管他们，转身继续朝前走去。前方，宁不凡刚走出不到1分钟，左边屋顶一人扛着便捷式炮管，右边屋顶一个狙击手架着大枪，瞄准镜已经瞄准宁不凡的眉心。大哥，这么一个残废价值10个亿，真的假的？这猎鬼师协会的悬赏不会假，杀了再说。更声呼啸而过，宁不凡出现在他们身后。该死！几乎同一时刻，左边炮手也发射出炮弹，拖着炽热的火尾。长剑入鞘，宁不凡表情毫无波动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大姐头带的太强了，妈呀，跟杀鸡似的！大姐头，咱们还是撤吧。没出息，这2人一看就是来头不小，身上油水多着呢。快干活！3人一路上跟在后面捡便宜，越跟越心惊。宁不凡一路更是杀得疯狂，几乎都是死无全尸，惨不忍睹。3人继续跟进，当前方出现一个空旷地带时，他们傻眼了。一个瞎眼断臂的人影站在街道出口处，前方宽阔的地带，密密麻麻的战车方队一直朝后延伸。妈呀，太吓人了！猎鬼师协会这是下了血本了，宗师见了都要头皮发麻吧？开跑！下一秒，炮火持续了10多分钟才停下，地面露出一个巨大的土坑，宁不凡的人影已经消失不见。现代武器面前，再强的武者也是枉然。报告上去，目标已经击杀，任务完成。猎鬼师协会指挥中心，叶倩正静静地坐在监控前。会长，太好了，这下宁不凡完了。不见到尸体就不要乱下定论。都轰成渣了，哪还有尸体？此时，几辆战车正缓缓靠近宁不凡所在位置的大土坑，准备详细探测一下情况。这就是你们说的目标被轰成渣了吗？是。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，下站该轮到我们了。